大家好，首先让我们看一组数字。2019年8月4日，数字2056 ；2020年1月23日，数字3000；2022年12月11日，数字4000。那么，您能看得出数字与时间之间的奥义吗？Shin One 我第一眼是没有感觉的，因为麻木了。因为 Shin One 我硬核开发2年，并没有发现一个突破会产生多大的涟漪效应。然而，时光来到了2022年的年尾，预示着魔幻的结束，同时也意味着诡异的开始。所以这些数字与时间的变迁，凸显出了不一样的意义和鼓励。为什么 Shin One 我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好事连连的王炸姐姐赵丽颖，情况也是魔幻出涟漪的。正如 Shin One 我时常感叹的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没有所谓的成功定式或者失败定式。视角永恒359度。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Shin One 我必须要恭喜一把艰难突出困局的王一博，因为他的粉丝数字的确坚持了很久。在12月11日这天，等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，那就是 Unique 王一博的微博粉丝数量突破了4000万，这也是王一博爆火后积累粉丝数最好的一个见证。毕竟这个粉丝数量积累下来是一个真实的数据，从王一博爆火的2019年，那个时候的他想必没有如今的知名度，当时的粉丝数量才2000万。随着蓝忘机一脚的爆火，王一博的人气呈现了井喷式增加，特别是在《这就是街舞》的播出后，王一博在2020年1年期间增加了超过1000多万的粉丝。2020年对于王一博而言，才是他最高光的一年的街舞的出圈，见证了他的实力。再加上电视剧《有匪》的上映，都给他拓展了国民度跟知名度。在随后的2021年到2022年2年来，王一博逐渐被大众熟知。街舞第4季、第5季的播出，王一博的人气也在逐渐增加中，用了2年的时间，终于等来了如今的4000万粉丝。这个数据的出现，更多的是一种见证，更是大众对于王一博的喜欢。都知道社交平台对于一个娱乐圈明星艺人的价值，不单纯是人气的高低，还是大众获取资讯跟价值的表现。王一博曾经被人各种质疑，说粉丝量造假，根本没有那么多人，说不过100万的粉丝数，更是嘲讽跟调侃他的粉丝数据拉胯，干什么都不行，抢东西那是第1名。说起来也是挺搞笑的，王一博的粉运走得很稳健，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。作为一名顶流级别的艺人，能够做到这个地步，实属不易。王一博的个性跟舞台上的他迥然不同，跳起舞来的他特别自信跟具有感染力，极具个人魅力，但是私下状态的他却是个安静很乖的一个人，反差的地方特别明显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带给摩托姐姐很多的惊喜，一路见证了他爆火后的这几年。真心想说一句，他值得拥有如今的一切。尬吹尬黑从来不是Shin One我想要传达的，因为这种零营养的鸡汤和毒药都不利成长和健康，不接地气更显得浮夸。因为王一博是个实诚务实的一个人，别看他的长相有些距离感的清冷，但是真实接触下来，这个男生很本分。粉丝数量都突破4000万了，粉丝都在激动的等待一个福利，特别是王一博粉圈，各种的福利都开始了。有的粉丝为了庆祝一下这个时刻，果断加餐犒劳一下自己，不少人还是买点东西来表达一下开心的心情。只能说一句，王一博的粉丝果然都是行动派的，出手就是大方，在买东西方面从来不曾为难自己，开心了就买，开心了就吃，活得很潇洒很洒脱。说到这，您还记得Shin One我深扒乌镇事件的由头吗？有时候真爱真的要真心，而不是真金。更多的网友还是想看一下王一博会给大家送来什么福利，蹲一个粉丝福利，同时庆祝一下不平凡的2022年。对于Shin One我而言，这是一个特别魔幻的年份。Shin One我的铁口已经进入下一年了，希望年底无感的王一博可以给摩托姐姐送点特别的福利，或者您懂的。王炸姐姐的数字变化，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？这个高光的时刻，Shin One我也第一时间深扒过，都是满满的记忆，满满的坑。现在赵丽颖的风吹半夏意外大火了，因为时间的意外导致了意外的大火，这让另外一部剧王也是挠头不解。
而且这次大火无疑不让圈内的八五花们羡慕，也是彻底撕下八五花少女感的屏障。曾几何起，对于八五花甚至更大年龄的女演员，大家被夸仍保持少女感，引以为傲，也让不少30+的女演员哭诉没有角色机会。因为大众追崇的都是20多岁的偶像剧女主，要有漂亮的脸蛋、姣好的身材，还要满满的苹果肌。但赵丽颖没有，赵丽颖算是正常过渡。早期的赵丽颖也是各种出演玛丽苏的偶像剧，但当时的赵丽颖年纪符合，长相符合，后来结婚生子又离婚后，赵丽颖开始寻求转变路线。如果没有出演有匪的话，或许赵丽颖的转型之路会更提前。如今因为有匪，赵丽颖还要在转型之路拉锯一段时间。赵丽颖晒复古造型片，太有许半夏的味道，感觉甚至比角色许半夏更有感觉。或许是现在的赵丽颖又瘦了，脸也小了一些，而电视剧里面为了贴合原著小说女主的形象，圆圆的脸蛋，赵丽颖看上去更胖了一些。赵丽颖的发量令人羡慕，还专门戴着口罩拍摄，标准的复古格子外套和红色内搭，算是比较有复古文艺风的感觉。其实赵丽颖刚出道是以可爱甜美被大家关注，本身的长相也是如此。赵丽颖属于皮相美的女生，这样的女生不抗老，脸部衰老会很明显。现在的赵丽颖不开美颜磨皮和滤镜的话，就能清晰看到法令纹比较深了。但赵丽颖不光在电视剧里面没有走红门刻意磨皮美颜，这次拍复古片也是走真实路线，真实展现自己的面容状态。有了赵丽颖这位先打头阵的女演员，相信那些还在被夸少女感的八五花们该脸红了。现在的赵丽颖在85花里面一骑绝尘了，像唐嫣现在资源一般，自己也甘心把重点放在家庭。杨幂还在出演一些烂俗剧，还在被夸有少女感，但不管是角色还是演技，多年都没有进步了。其他的八五花们也比较佛系，现在赵丽颖这条路线暂时还没有竞争对手，大家也没有赵丽颖这么拼命，一时间女演员圈层仿佛断层了，后续的小花们也没有见哪个出头的。现在的演艺圈、娱乐圈已经有点一团死水的感觉，真的不如之前各大老牌女演员能拼能打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闫妮、樱桃、孙俪、蒋媛媛等等。提起来，赵丽颖还算是代表作比较多的。新万我同样挠头的是，没想到赵丽颖在人气逼人、85破圈的高光时间点，一份排名横空而出，而且力道十足，相当走心，十分带感。更重要的是，其用意的明显，明晃晃，一般人是看不出的。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？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在播出之后，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口碑和收视成绩，豆瓣上评分稳定到了8.4分，这在国剧中也算是不遑多让的。作为一部商战电视剧，剧方尊重观众，没有加入狗血的情感戏，男女主角以搞事业为主，很有90年代的质感。当然了，电视剧的选角也是极为成功的，比如几位剧中的演员被不少人拿出来横评、纵评、交叉评了，当然包括新万我自己。其中刘威、王劲松发挥稳定。当代的国剧大多数都是年轻演员们做主角，老戏骨们担任绿叶来带新人，这部剧也是不例外的。在以往的影视剧中，王劲松出演的角色都很有戏，如果出演正派，那么看起来就不好惹；如果出演反派，那么主角们就有大麻烦了。王劲松出演的是女主角半夏的父亲，这个人物比较复杂，如同观众们口中说的渣爹一样。和其他的男性演员不同，他没有参与到主角的事业线中，每一次出现都是画龙点睛，很多人都觉得他对半夏不太公平，为了给小女儿买钢琴，把千难万难都给了半夏。王劲松的表演却不露痕迹，对待主角让观众们觉得又恨又气，但是这又何尝不是演员的魅力呢？另外一位老戏骨刘威，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之后，再次和赵丽颖合作。他出演的是90年代钢铁产业的一个大佬级人物。刚开始作为半夏的领路人，后来也觉得半夏三人组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意，开始针锋相对，新旧两股势力纠缠，也促进了钢铁事业的革新和发展。刘威的表现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稳。柯蓝成为败笔。柯蓝在剧中应该是女3号的设定，
但是她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力过猛。在剧中，她出演的是一个精干的官员，和赵丽颖在一起的时候强势而有心机，但是回到了家里之后，面对女儿又表现出了控制欲很强的一面。也许是因为爱得太过，对待女儿完全是歇斯底里的态度，瞪着眼，咆哮式的演技，隔着屏幕都让人觉得害怕。试问观众们都避之不及，那么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女儿呢，就更不用说了，尤其是和一众的戏骨在一起，这样的反差就更明显了。其实柯蓝这几年出演的经典剧还是不少的，但是演技一直都很有争议。在反腐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，柯蓝出演的是陆亦可，就曾经被观众们吐槽过，演什么都像是在演自己，无法做到真正的突破自我。3. 欧豪赵丽颖中规中矩。再说到赵丽颖和欧豪，这一次的表现倒是并没有太过于惊艳。先来说欧豪这些年的重心一直都在电影上，他出演了很多的主旋律电影，比如《中国机长》、《800》、我和我的祖国等等。到了今年，他也开始出演一些电视剧，从胆小鬼到风吹半夏，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突破自己，但是还是太过于年轻，上升的空间还有很大。而赵丽颖算是85后女演员中很清醒的一位了，她很注重剧本和剧组，接下的也都是班底实力雄厚的好剧。出演大女主，赵丽颖让人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荧幕形象，也算是孙俪之后发展很好的一位了。但是作为一个演员，自己的演技天分是一方面，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因此在这份排名中，小赵还年轻，在一众的戏骨面前，赵丽颖的演技排在第3名之后了。4. 黄澄澄成为了亮点。要说这一部剧哪一位演员给观众们的惊喜最多，那么年轻演员黄澄澄就是值得一提的演员。演员黄澄澄是一位85后，和赵丽颖、欧豪组成了3人创业小组。他是半夏的发小，为人沉稳冷静，心思细腻，和半夏一起起家，很讲义气。他是一位年轻演员，但是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。在剧中有一场戏是童潇琪出了车祸，知道了消息的他瞬间失去了希望。对待童潇琪和半夏，他是付出了真心的，那种无奈、伤心又爱莫能助的样子，隔着屏幕都感染到了观众。好的演员真的不需要去掩藏什么，一个动作，一个眼神，都让人觉得演员和角色融为一体。还有一场戏也可以证明黄澄澄的演技，黄澄澄再也压抑不住了，他的情感在此处终于释放了。一场戏很有感染力，也让观众们看到了90年代创业者的艰辛和不易。在剧中，他没有偶像包袱，不依靠颜值出圈，纯粹依靠演技吸粉，这样的演员们最好能多一点。总体来说，演员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，除了柯蓝拖后腿之外，其他演员们算是优秀了。说到这，Shin Wan我必须补充一点，那就是这份排名还有更多细节，保证会让你想到一堆的问号，其中包括大量对手戏的李光洁为什么比赵丽颖演技好，为什么力压赵丽颖的黄澄澄在县委大院不出彩。说实在的，Shin Wan我在下一支视频的详解或许会让您豁然开朗，因为2022年必须讲究2个字，这是至为关键的生存法则来的，还是因为这2个字让王炸弟弟王一博回到主场之后还能继续大放异彩，备受青睐。刚刚结束的香奈儿上海看秀活动，作为最年轻的中国香奈儿品牌大使，王一博以香奈儿23年春夏预报款亮相，美丽是很美丽，动人也是很动人。当天的上海温度12度左右，可天气为阴雨绵绵，再加上虽然是室内活动，可为了看投屏的展出，室内屋顶特别高，只把一众人等冻得瑟瑟发抖。美女辛芷蕾居然穿的还是凉鞋，手脚冻得通红，而我们的酷盖王一博也是冻得把手塞了起来。这也难怪，虽然都是冷，虽然就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嘉宾，可是在场的嘉宾好歹穿的还是香奈儿早春款，还有一定的保暖功能，可他一个穿的是唯一的春夏预报款，和现在的气温隔了2个季节不说，关键是设计的是凉爽功能，没有任何的保暖功能啊，这让人说什么好？香奈儿说，我就想让他上5大杂志金9银10，我就想让他穿超超季，我就想让他与章子怡、周迅等合作拍片子，我就想把最新款、最牛款给他。
我就想从博物馆里把镇馆珠宝拿出来让他戴，我就想把最好的让他展示出来，我愿意。王一博，可是我冷，这是一种多么甜蜜的烦恼。哎，能够穿当季款，符合季节，能够暖暖和和的，凉凉快快的，多么幸福。这种幸福怎么王一博总是体会不到，收获不了呢？街舞的时候，别人穿短袖，他超级的香奈儿毛衣；比赛的时候，别人很端庄，他拿超级擦地板；活动的时候，别人穿一身最新款都要买热搜，他倒好，超级不同牌子换了3次，品牌是生怕错过他全身任何一个广告位啊。而香奈儿对王一博这个最年轻大使的宠爱真的是体贴入微，想跳水就跳水，无感跨年，想擦地板就擦地板，珠宝首饰挂到脖子上，就是玩具，抠着摸着随便玩。没办法，谁让香奈儿发现了王一博能把他的理念、风格、调性诠释的淋漓尽致的，可他却又穿出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，又优雅，又酷帅，又不羁，又自由，又随性，又美好。香奈儿品牌创立于女性运动崛起时期，创始人可可香奈儿女士历经千辛万苦，让服装成为世界顶奢品牌的同时，也树立了品牌理念：不羁、自由、突破。她打破女装与男装的界限，让服装既适合女人，也适合男人，既优雅浪漫，又慵懒随性。就像她自己说的，流行易逝，风格永存。想要无可取代，就必须与众不同。Coco Chanel。而讲自己的故事，活独特的气质，找到自己的价值，不去迎合别人活，才会觉得有意思的王一博遇到了香奈儿，那真的可以说是天作之合。香奈儿是没有代言人的，如果说有，唯一的代言人就是创始人香奈儿女士自己。品牌大使是目前最高 title， 当优雅遇上酷帅，当经典遇上潮流，当隽永遇上清冷，当个性遇上自由，当不羁遇上浪漫，当速度遇上激情，当桀骜遇上迷人，当华丽遇上简约，当水到遇上渠成。当王一博成为最年轻的香奈儿品牌大使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流行易逝，风格永存。香奈儿的魅力在于把最简单的、最细致的事情做到极致。王一博是这样的，才华横溢，叛逆桀骜，天真浪漫，有勇有谋，风格万千，无法复制，是别人模仿不来的。王一博亦是如此。当有人用香奈儿是女装来嘲笑王一博，只能说这暴露了部分的狭隘和无知，这显示了相当的浅薄和愚昧。时尚要怎么定义？Shin我早就聊过了。法瑞尔·威廉姆斯说过，时尚是一种感觉，而不是一门科学。王一博既有内在的自由与热烈，坚持与拼搏，努力与突破，又有外在的潮酷与时尚，阳光与优雅，这些结合在一起，就是独一无二的王一博，璀璨耀眼的他。所以他与香奈儿真的是珠联璧合。3年3次活动，第1次短片花的游银，第2次绿色寸头参观古堡系列，第3次也就是这次，目前中国待遇最高。还有人说他没有去总部，外网没官宣，首先是疫情原因，正好3年，其次脸书和 ins 同步官宣，你们没看见。而这次又是什么待遇呢？这是中国目前品牌第1人，时尚界最敏感也最实际，更是势力。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虽然王一博现在的咖位已经不需要用杂志、代言、影视成绩等来证明，可是商务待遇、时尚圈评价足见地位，也足见诚意。而自由不羁，一直在寻求突破的王一博亦将带给我们亮眼的成绩，祝他越来越好。因为摩托姐姐等不及王一博的4部电影尽快上映，时间自会见证。因为Shin我开头聊过了，4000万的突破，或许就是另外一个不言而喻的兆头。这就像赵丽颖的风吹半夏，在不利的时间点大获成功，在收视率和热度方面都成功超越了同期的《爱的28定律》和《卿卿日常》、我们的当打之年等电视剧，甚至众望所归的剧王，相当意外的成为本月热度最高的电视剧。在风吹半夏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，赵丽颖的人气高涨，演技也更加受到了业内的认可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一些不好的声音也开始出现。一些人开始抨击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饰演的许半夏，要么是缺乏少女感，要么就是嘲讽赵丽颖脸太圆，是大饼脸。另外，
一些网友觉得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整张脸看起来太油腻，服装造型也非常土气。面对这些嘲讽，《芈月传》的作者突然在微博公开喊话，称嘲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里没少女感的人，只能送一句山猪吃不了细糠。《芈月传》作者为赵丽颖发声之后，很多网友也在纷纷发表了自己看法。一些人认为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中饰演的许半夏是女企业家、女商人，年龄较大，也不讲什么情情爱爱，并不需要什么少女感。其实也是，在电视剧一开始，许半夏就是一个已经结婚了的女人，是一个已婚妇女，因此不需要什么少女感来营造形象。另外，作为女商人，她天天忙里忙外，费尽心思经营堆场盒装大钢厂，整天跑业务、去商谈，根本没有什么时间认认真真打扮自己，也没有什么时间补妆，因此脸部妆容粗糙一点也很正常。关于嘲笑赵丽颖大饼脸这一点，小编只想说，电视剧女主不应该只局限于瓜子脸、巴掌脸等脸型，多样化发展才能促进电视剧发展。圆脸、大饼脸也可以是女主。一部电视剧选择演员，选的是演员的演技和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，而不单单只是脸型。如果电视上全部都是瓜子脸、巴掌脸的演员，全是高高瘦瘦的演员，统一的审美标准，就像天天吃满汉全席一样，不腻味就怪了。不知道您赞同Shin Wan我的观点不？说到这，《芈月传》的作者用山猪细糠的梗，全是这种反讽的满汉全席，您能吃得出不一样的精致腰花出来吗？理解一句话，犹如理解一个人。就像王一博从洛阳出来的白牡丹，在风风雨雨后变成了能扛起重任、专业能力过硬的正能量艺人，在舞台上兢兢业业，对热爱的行业始终如一，在台下心系家乡，默默助力公益，粉丝也在这种言传身教下开始跟随正主，这是一种良性循环。王一博美好的品质都是有目共睹，粉丝的上升也是必然。虽然千万分之一的喜欢很渺小，也很单纯和炙热，但是从蓝忘机开始，一路考古，一路惊喜，是不可多得的宝藏。从无感到我的世界守则，王一博告诉我们，天塌了还有爱在，阳光耀眼，大步向前，前路就算不坦荡，一路还要再发光。花开无名洛城南，中国青年谱新篇，长空之王男儿志，热烈舞者最少年。电影人王一博将每一份热爱做到极致，以执着的汗水浇筑成长。4000万算是一个艰难跨越的里程碑了。下一个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呢？Shin Wan我只能说，作品是会助力梦想的。有时候说说容易，做做难。当然了，对于需要理解的东西，有些人会更难。Shin Wan我感觉，《芈月传》的作者这个时候说句公道话，的确是相当有意思的操作。因为山猪吃不了细糠，原本是比喻习惯了简朴生活的人突然到物资丰富的地区感到不适应，延伸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的了。也就是说，看多了粗制滥造的无脑剧集，突然看到制作精良的高分作品时，反而觉得接受不来，这原本非常容易剖析和理解。然而呢，不善于动脑子的黑粉一窝蜂的执意说山猪就是乱发牢骚的吃瓜群众，自己给自己扣帽子，那么这就有点小麻烦了。因为风吹半夏以及赵丽颖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细糠了。这个类比和套用，恐怕把平常心的芈月作者也要笑哭了。这就像Shin Wan我常说的，理解别人、理解正主，真的需要走心、用心。切记人云亦云，否则一句名人的话，一个乌镇的形成，就立马在一些风向的推动和消费的操作下，立刻变质、变味、荒腔走板了。